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来给大家说两件事啊，重磅消息，重磅消息。面具人，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相信有些人现在已经痛不欲生了吧？那就是比特币啊。面具人前天的节目才说过比特币，包括买房这些东西。网上有说涨的，网上也有说跌的，网上有支持买的，网上也有不支持买的。那比特币有涨有跌，对吧？涨了你高兴，跌了你心疼。这种东西你让别人给你打保票，谁也没办法给你打保票，给你下这个定论，对不对？涨不涨，跌不跌，面具人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的是，网上这些预测涨跌的这些人，他不会为你承担1毛钱责任的，最终的盈亏呢，还是要你自己负责的，对不对？那咱们顺着这个思维来想啊，面具人也想说一说，最近网上出来了一大堆的算命的，什么5行八卦呀、12生肖呀、养小鬼的，以这些东西为噱头的博主，天天告诉你，哎呀，给家里面买个金钱树呀，给家里面挂个铜钱呀，甚至呢还建议你养小鬼呀，搞点什么古曼童呀，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对不对？而且巧的是，很多人呢还信这个，觉得哎呀讲得不错，讲得太准了，挺准的。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就发现，不是那么的准了。当你觉得不准的时候呢，你再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给你把鸡血再打一下，你的激情又上来了，对吧？其实呀，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面是可以解释的。面具人在节目的后半段的心理学环节，再给你们揭秘这其中的奥妙呀。你们学会了以后，也可以给别人算命了。好了，先来说一说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房子的事情嘛。观众朋友里面，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钱的土豪，已经买了房的。那面具人我也相信有更多的人并不是很富裕，现在还没买房，靠租房子过日子。说白了，有钱的人谁反共呀，对吧？花钱赚钱还来不及呢，反共的都是这些日子过得不好的，不是既得利益者嘛，对吧？日子过得好的人谁反共呢？对不对？面具人我就发现这个反共圈里面有一个悖论，大家好像觉得这些反共的人谁有钱谁牛逼他才反共，而你们这个逻辑就是一个悖论。有钱牛逼的人勾兑还来不及呢，割韭菜还来不及呢，谁会为你个没钱的屁民来反共呢？知道吗？越有钱的人他去反共越可疑，你不要觉得好像反共的人必须要高大上，实际上呢自古起义啊都是底层，对不对？先来说第一个事情啊，国家现在啊不但要把买房的人韭菜给割了，连租房的人的韭菜也要割了。中共这边发布了一则标题名为云南租房新规定，1月1日起，个人出租房减按10%的税率缴纳个税。中共每一次出对老百姓不利的东西，不利的政策，他故意会把这些文宣话术说得非常奇怪啊，很绕口，让你很难理解。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你掏钱就对了啊。说的云里雾里，是为了避免刺激你。那中共现在出这个房租税，他说的意思也就是，你们准备好钱，以后租房子，不管你是房东还是租客，看你们谁割谁的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新闻里面写得很详细了，面具人带大家来解读一下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网站的消息，之前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发布的关于个人出租房屋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了
自从2021年1月1日起，个人将云南省范围内自有或租入房屋出租给承担人。看，租入房屋说的就是你已经租了，然后你还想再租，就是二房东、三房东，你出去租给别人，你也要交税，懂了吧？并且呢，你取得的租金收入或者是其他经济利益所得，那包括什么介绍费呀、中介费也涵盖进去，应按照财产租赁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看到没有？房东以后租房子收到租金要给国家上缴一部分了，明白了没有？并且呢，还有其他经济利益所得，中介费也要交税。那这个公告如下，一共有6个大点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人将云南省范围内自有或者租入房屋出租给承租人，并取得租金收入或者其他经济利益所得，应按照财产租赁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二，纳税人出租或转租的房屋应当据实际计算你这个收入缴纳所得税，凭借合法有效凭证，从其租金收入依次扣除房屋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向出租方支付的租金，由纳税人负担实际的修缮费用以及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反正绕来绕去啊，什么装修呀、修缮呀、出租的租金呀，共产党给你说了一圈，说的你理解不了，复杂了以后，更方便他以后最终解释由共产党所有，他把每个点，甚至你看修缮费用、装修费用都给你说上了，为的是什么？以后共产党方便了，在这个点加一个税，在那个点加一个税，懂了吗？看好了啊，这上面说了，转租也要收税，你房子租了几次就要收几次税，不管你是二房东、三房东，懂了没？第三，纳税人出租、转租房屋不能提供合法准确的成本费用凭证，不能准确计算房屋租赁成本费用的，按照租金收入的 5% 核定应纳税所得额。看，房租的 5%，也就是说你一个月租2000，有100是要交给国家的。看起来是不多，但是呢，社会生活它并非是只有一个点的，对不对？前段时间烟草还要涨价呢，然后呢，猪肉也涨价，牛肉也涨价，这儿抠一点，那儿抠一点，你一个月就赚个3-5千块钱，这儿涨100，那儿涨200，你觉得你有多少钱呢？对不对？然后呢，面具人在这句话中呢，看到了一个共产党接下来要走的趋势，里面有一个关键句子，面具人再给你们念一遍啊，你听听看，听完了这句话，想一想，能否想到什么关键点？纳税人出租、转租房屋不能提供合法准确的成本费用凭证，不能准确计算房屋租赁成本费用的，要交 5% 的税。听到这儿，你们想到了什么吗？面具人给大家一个思路啊，你看，现在不能提供合法的准确的房租凭证，那什么叫做合法？什么叫做不合法？私人租赁就是不合法呗，以后国家统一管理了，那由国家出租的就是合法了呗，共产党就是最大王法了呗，共产党能租的东西，共产党帮你租就是合法的，是不是帮你嘛？那么从中共前段时间严打中介，甚至有些城市取缔中介，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子卖不动了以后，租房就是一大块蛋糕呀，对不对？以后国家统一租赁办中介公司，这看来是必然趋势，对不对？那么到时候国家肯定会打着
什么稳定房租呀，防止黑心房东呀，防止黑中介这类的看似为民服务的说头，结合前段时间的蛋壳公寓暴雷，国家自己来充当蛋壳公寓这样的平台，对吧？你把租金，你把这个房租交给国家，国家来统一分配，然后呢，国家来统一计税，对不对？这种模式呢，看来是跑不掉了。国家背书有保障嘛？相比被资本家割韭菜，人民群众更愿意被国家割韭菜嘛，对不对？第四，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应纳税额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个人出租住房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出租非住房按照 20% 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一块说的比较复杂，反正你们听了以后知道，就是不管什么个人出租还是个人非出租的非住房住房，只要你往外租，你就要交税，懂了没？他这个说的是什么减按 20%， 只是说国家留了一个空间，他现在可以说是减按，那他以后也可以说直接按照 20% 收税，行不行？你租1000，我收200，行不行？可以吧？共产党要收，你敢不交吗？对不对啊？你不交，不让你租。第五，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取得的出租或者转租所得的房屋租金收入，凭借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协议，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按月平均分摊。说白了就是转租也要收税，你这个房子租几次就收几次税，租几个月就收几个月的税啊，你可以一次性交，你也可以按月平均分摊，每个月交，对吧？第六，本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那现在已经开始了啊，现在都1月5号了啊，云南这些人以后租房子交税，云南只是个开始，以后啊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割房主的韭菜，那房主割不割房客的韭菜呢？对不对？目前来看呢，中共通过蛋壳公寓啊，发动了这个房东斗租客，看起来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每个房东都愿意把这个租客往死的坑，所以呢，国家可以开启下一步了，通过对房东的征收税务来增加这个房客的压力。于是呢，一个更稳固的阶梯生态链就这样形成了。以后中国的底层想翻身，那真的是越来越难了。这是一个扎心的现实，中国送走了廉价的农民工，却迎来了廉价的大学生。月薪3000招不到农民工，月薪3000却能招到一群大学生。更让人扎心的是，这群廉价的大学生正是当年农民工用廉价的收入供养的农民工，真的太苦了，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到头来才发现他还不如当年的自己。新冠疫苗将会免费为公众提供，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发布会上说的免费是指免费接种，公民只需要提供疫苗的成本价即可，并不是说我们1分钱不花就可以直接接种。然后呢，面具人我还脑洞了一下啊，其实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就是以后呢，房子的投资可以考虑直接和某些企业或者工厂合作，大家把房子合起来形成一栋楼，或者是员工宿舍，直接搞这种职工宿舍批发。以后呢，底层的劳工呢，生活压力太大了，他们就会渐渐的考虑管吃管住的工作。那么管吃管住对用工单位来说，可以更好的监管和调控劳动力，对不对？从而呢，更加的增大这个劳动产出。这只是房产税出台的真面目之一，包括房产税
房租税，这个问题啊，里面的弯弯道道多得很。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要讲心理学环节，所以呢，面具人在之后的另外一个节目专门深度的来讲房租税、房产税的这个深层原因啊，这里面的弯弯道道还多得很呢。好了，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新闻啊。前几天不是很多人说比特币大涨了吗？很多人说，哎呀，要不要买比特币？还有人问面具人说，哎呀，比特币涨了，你之前面具人不是说不要投资加密货币吗？这样不稳妥吗？买不买？面具人我不知道，但是面具人我对这个保财保命一向是持有保守心态的，毕竟有个保字嘛，你不要因为我的保守挡了你的财路，对吧？并且呢，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玩比特币是求搏一把单车变宝马呢，还是说你想保财呢？你要是站在保财的角度上来说，你就不能选择风险太大的项目，对不对？风险小啊，至少不亏，赚不赚另说，这才叫做保财，对吧？你如果搞一个很容易亏的东西，你那就不叫保财了，你那叫博，懂不懂？你如果弄比特币，你就不叫保财了，你叫做投资，甚至是赌博，对吧？当然了，赚钱了大家都高兴，可是呢，亏钱了呢？网上这些财经大师，包括面具人我，在你们亏钱的时候不会给你们承担责任吧？同样的，你们赚钱了也不会给我分钱吧？我也拿不到你的钱嘛，对不对？ CNBC 报道了，比特币正在从创纪录的高位回落，在首次突破它的高位水平仅2天后比特币加密货币周一就短暂跌至3万美元以下。周末比特币的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突破了34000美元大关。此举之后呢，以太坊等比较小的加密货币激增，自2018年2月以来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可是呢，周一美东时间上午5点40左右，比特币暴跌至29316美元，在过去的24小时内下跌了 12%， 后来呢又回升至3万美元以上，弥补亏损至31420美元左右，但仍然下跌了超过 6%。 加密货币咨询公司分析师杰森·迪恩通过电子邮件告诉 CNBC， 回调最可能的解释是交易员而非长期投资者的短期获利终结了以后，这个交易员想要套现获利，就这么简单，出售了货币导致这个比特币下跌。那鉴于目前对比特币项目的信心和胃口，似乎任何的修正都是短暂的，比特币还是会涨的。当然了，庄家肯定他是要释放利好的，对吧？面具人我觉得这个比特币的分析师他怎么说，肯定是有他的立场的，他肯定会给你说比特币要涨。反正面具人我个人啊，我也没啥闲钱投资，我手头这点钱就是我说难听点，我跟你们比啊，你们还考虑保财保命的问题，我现在考虑的都是每天吃饱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啊！我这点钱再拿去投比特币，投完了坑了，我明天怎么活呀？对不对？所以我可能比你们在这个花钱上面更趋向于保守，对吧？那么按照市值计算啊，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在2020年出现了历史性的上涨，涨幅超过了 300%。 这是什么概念？你投资10万，你就有可能赚20万，多爽的事情，对吧？但是你想想，尤其是大陆啊，你能不能买到比特币还是个问题呢？等一下我告诉你为啥。创建于2009年，倡导者将比特币视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它不需要任何单一机构，比如中央银行的需求，满足了很多人
各种各样的隐私代币的交易的需求。首先呢，面具人告诉你们啊，比特币最大的持有量的地区就是中国这个地区。然后呢，去年面具人我已经报道了，当时我还在视频里面放了，国家已经说了，比特币交易所的这些老板，几十亿上百亿身家的人都已经被中共的警察控制了。但是呢也不是说把他抓进牢里面，就是那种你照常生活，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你的资金要被国家监管，并且呢你的肉身是不能出省的，不能出省啊，更别说出国了。你只要跨出你这个省，这个警察就来了，请你喝茶了。并且呢你在国内真正想要买到真正的比特币也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有一些比较正规的交易所，你能买到真正的比特币，代理机构通过他们买到了，但是你也看到了，这些交易所上家这些老板都已经被控制了，那你还买什么呢？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明确一点啊，就是你做事情你要明白你到底要干什么，不然你看，就像刚才新闻里面报道的，跌了亏了，你找谁哭去，对不对？你是想保财还是要投资，甚至是赌博啊？这是两个事情，甚至三个事情，完全不一样，知道不？带来的后果也完全不一样。你要是投资赌博，有赚有亏，有赢有输，但是你保财，保就是说你不允许它亏，必须要保证这个钱就是这么多钱，保财是不能亏的。投资赌博，那你就摆正心态你要知道你是可以亏的，对不对？你不要用那种投资，你不要用保财的心态去对待投资或者是赌博。你如果用这种心态，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当然了，面具人是搞心理学研究的，我也能理解，人在越是情急和没有好的赚钱方式的时候，他越是有可能想要铤而走险。但是呢，你要明白，责任与后果也只能由你一个人来承担。赚了那不说，皆大欢喜，亏了呢，如果你有家庭，可能你的家庭也会跟着你承担后果，对不对？好了，那么说到承担后果了最近这个网上出来了很多先知呀、算卦呀、12星座大师、12生肖大师，甚至什么天下第一象的。那面具人我是搞心理学的，面具人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不敢说全部至少99%的五行八卦、命运、算命这些预测都是运用的心理学技巧加经验主义。可能很多算命的人本身都不会知道这中间的专业心理学术语，但是他们用的原理是涉及到了心理学的，就像古代人炼丹，但是他并不知道里面的化学方程式。那面具人就从心理学上面给大家破解这些算命八卦神鬼玄学的东西其实现在这种网上算命赚钱的太多了，你任意打开一个网页或者是社交软件、视频软件，你都能轻易找到各种星座运势、命理玄学的信息。算命预测已经不仅是关于自己的，还包括你的朋友、家人、工作、学习，甚至你的另一半，甚至还包括什么中共啥时候灭亡，美国大选谁能赢，美国接下来几十年的运势、国运。算命迷信也不仅仅是这些青少年、学历低的人的特权，很多大学生、上班族、文化人也相信星座呀、12生肖呀。有些人呢，甚至在征婚启事中也对另一半的星座属性提出要求。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相信这些东西呢？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巴纳姆效应，说的就是
本来适合任何一个人的一般性描述，可人们却偏偏认为这描述的就是自己。算命预测中，很多语言其实都是模棱两可的，并且呢，都是从一个很笼统的角度去阐述的。这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语言，当然可以对应很多人。有些算命大师会在与你沟通的过程中，从话术上布局。当他了解了你的基本生辰八字了以后，比如知道了你是40岁的女性，然后呢，他就会问你，你老公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听好了，这句话是关键。离婚的肯定会说，哎呀，我离婚了，或者是有点迟疑。那这个时候，算命先生就会说，哎呀，我就是因为知道你离婚了，我才故意问你的。但是呢，往往事情要你自己说出来，你才能面对。你一直以来都对这种事情耿耿于怀，所以呢，会影响你五行当中的火卦。但是咱们从事实上来讲啊，离了婚的女性，中年了，带个孩子，她生活肯定不容易，甚至是艰难的。那生活当中有不顺，这也是很正常的。只不过你的这种不顺，被这个算命大师引导了。那除了巴纳姆效应，人们也有一种在预言结果中寻找适合自己那部分的倾向。比如呢，星座中常说某某星座通常是乐观开朗的，人缘普遍较好的，然后呢，你就会快速的将这个句子与你本身的经验相匹配。要是符合你，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太准了。要是不符合，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件事情忘掉的。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浪费自己的心理资源，浪费自己的脑力嘛，对吧？所以呢，最后你除了留下这个星座果然很准的印象，就没有别的了。因为人总想听自己想听的嘛。当然了，专业的心理学高手甚至都不用通过这么多复杂的问题，他只用通过一个女人的讲话口气和神态，或者是行为模式，就能判断出来她的婚姻状况。只需要在沟通的过程中布置一些看似不相关的话术，比如问，你的孩子现在在哪儿呀？我经常带我的老婆看电影，哄她开心，我们的感情可好了。通过一次次的讲述看似无关的东西，通过一些刺激去观察对方的状态变化，逐渐就能做出判断了，他到底是离没离婚。另外呢，算命也是一种扩大社交的手段，它可以迅速的帮你建立同温层，互相取暖。大家会在这种你也觉得神，我也觉得神的氛围中越来越极化，并且呢，星座五行八卦这种舶来品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你的逼格，让人觉得，哎呀，你准得很，你有算命大师给你护航，你有神灵给你保佑，导致你一切都是有好运气啊，有神庇佑，对吧？其实很多这个华基督徒啊，也是占了这个心理，他会觉得，哎呀，我信基督，基督就会保护我，对不对？其实呀，人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人的影响和暗示。比如你在公共汽车上，你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啊，比如有个人咳嗽了一下，旁边的人也会咳嗽，旁边的人一咳嗽，另外一个人也会咳嗽。再比如一个人张嘴打了个哈欠，他周围的几个人也有可能会忍不住打起哈欠。有些人不打哈欠，是因为他们受暗示性不强，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哪些人容易受暗示呢？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能检查出来。你让一个人蒙上双眼，你让他在空旷的地上向前走10米，你从一开始你就告诉他，你不可能直线的走到终点，我掐指一算，你绝对走不到。不信咱们试一下，老夫早就算好了。很多人都会认为，哎呀，走10米的直线距离那算个啥嘛，就算蒙着眼睛也是小意思，对不对？而事实上呢，没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几乎不可能蒙着眼走10米的直线距离到终点的。
因为呢，你失去了眼睛的导航作用了以后，从个体缺乏专业生理学知识的人来看啊，你在这时你走不到，证明这个人给你预言成功了吗？下一步呢，这个算命大师就会告诉你，你背后有阴魂阻碍着你前进的道路，这叫做鬼遮眼，你印堂发黑，你接下来会有大难了，所以呢，你才总走弯路。这么一说，结合他预言的准，这会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去相信他。然后呢，想着这个算命大师是否有办法帮我驱鬼，让我不走弯路，对不对？这就是恐惧加不确定性，就会让人更加依赖算命大师。其实呢，反共和算命结合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对儿。一方面呢，是面对共产党的无助恐惧，一方面呢，是算命有神灵在护佑你，能拯救你，对吧？神灵的力量肯定大于共产党嘛。那你想，靠摆2盆花挂2个铜钱这种低成本的投资就能改变命运，相比需要努力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提高智商的这种痛苦且成本高昂的方式，显然更受人们的欢迎，对吧？认识自己，心理学上面叫做自我知觉，是个人了解自己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更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信息的暗示，从而出现自我知觉的偏差。在日常生活中呢，人既不可能每时每刻的去反省自己，也不可能总把自己放在局外人那样，客观的来观察自己。正因为如此呢，个人便需要借助外界信息、地标、外人来参照，来认识自己，来反映自己。个人在认识自我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暗示，从而呢，常常不能正确的知觉自己。甚至呢，如果外界人有意向主观的去引导你，你有可能被他带进去。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人们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他会认为这个特别适合他，特别准，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的空洞，他仍然认为这反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曾经有心理学家用一段笼统的几乎适用于任何人的话术，让大学生判断是否适合自己。结果呢，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这段话将自己刻画的细致入微，准确至极。下面这段话面具人我给你们说一下，这是心理学家使用的材料，我给你们念一下，你们听完了以后觉得是否适合你，你可以判断一下啊。你很需要别人喜欢并尊重你，你有自我批判的倾向，你有许多可以成为你优势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同时你也有一些缺点，不过你一般可以克服它们。你与人交往有些困难，尽管外表上显得很从容，其实你内心焦急不安。你有时会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你喜欢生活有些变化，厌恶被人限制。你以自己能够独立思考而自豪，别人的建议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你不会接受。你认为在别人面前过于坦率地表露自己是不明智的。你有时外向、亲切、好交际，而有时则内向、谨慎、沉默。你的有些抱负往往很不现实。听完了吧？这其实是一顶套在谁头上都很合适的帽子，但是呢，你听完以后总能在其中找到符合自己的话术，对不对？一位名叫肖曼·巴纳姆的著名杂技师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他的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呢，他使得每1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的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学上面将这种倾向称之为巴纳姆效应。
有位心理学家给一群人做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检查表后，拿出了2份结果，让参加者判断哪一份是自己的结果。事实上呢，一份是参加者自己的结果，另外一份呢是多数人的回答平均起来的结果。参加者竟然认为后者更加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特征。巴纳姆效应在生活中十分的普遍，咱们就拿算命来说，很多人请教过算命先生以后，都认为算命先生说得很准。其实呀，这中间呀有花钱的因素，因为你花了钱了以后，你心理暗示告诉你这个钱不能白花，所以呢你会自我暗示说，这个人说得准，说得准就证明你的钱没有白花嘛。并且呢，那些求助算命的人本身就有着容易受到暗示的特点。当人们情绪处于低落、失意甚至绝望的时候啊，对生活失去控制感，于是呢他的安全感也受到了影响。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心理的依赖性也就大大增强了，受暗示性也就比平时更强了。加上算命先生善于揣摩别人内心的感受啊，他稍微理解一下救助者的感受，救助者就立刻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啊，会得到一种希望感。算命先生接下来啊再说一段一般性的无关痛痒的话，便会使救助者深信不疑。再加上算命先生再给你指点一下迷津，让你挂2个铜钱，种个金钱树，摆2盆花，把你的床挪一挪，你接下来就会多么多么的好。然后呢，你的人生就会跟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